लीडर ऑफ अपोजिशन ने एक बात बोली कि हमारे जहाज गिरे हैं, कितने गिरे हैं बताइए। पांच पाकिस्तान ने अपने जहाज को बेचकर गिराया था हमारा। उसमें कुछ चाइना का भी रोल था सर? चाइना के प्लेन्स तो चाइना के ही थे। हाँ, चाइना के लोगों ने नहीं किया। चाइना ने जो हवाई जहाज दी थी वो बहुत बढ़िया हवाई जहाज थी। और जो फ्रांस के जो थे वो उतना बढ़िया नहीं थे। और हमारे उनके जो हवाई जहाज है उन्होंने 5 को गिराया था। आपका मतलब रफेल ने अच्छा काम नहीं किया? रफेल तो पर्याप्त नहीं है हमारे देश के लिए। वो उसमें क्या क्या भ्रष्टाचार हुआ ये तो दूसरी बात है। मोदी रहते हुए हम इस पर जांच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क्योंकि होने नहीं देगा वो।昨天我才刚讲过霹雳15残骸的事儿，今天来讲巴基斯坦这几天的骚操作他直接把印度吹上天的空战大姐给扒了个底儿朝天。这事儿不仅是打了印度和法国的脸，连咱们国防部都出来说了2句，提了提歼10C 和霹雳15，这可不多见哦。今天咱们就来唠唠这事儿。话说这个印度媒体那是真能吹之前那叫一个嘚瑟恨不得把自家空军都吹成宇宙第一，什么空战大捷了，完胜巴基斯坦之类的词儿那真是满天飞结果呢，巴基斯坦直接甩出来一个战报，那叫一个详细简直就是人头式的精准打击。巴基斯坦说5月7号那场空战印度空军被干掉了6架飞机，啥阵风苏30 MKI 米格29 UPG 幻影2000一个都没跑掉。更狠的是巴铁连跳伞的、受伤的，甚至已经阵亡的飞行员名单、军衔、服役编号，甚至在哪家医院抢救都给抖露出来了。这操作简直就是指着印度国防部的鼻子骂娘就差没把这个医疗账单给寄过去了。这还不够，巴基斯坦还把关键信息全摆在了桌面上。这6架飞机里有5架是被咱中国的歼10C 给揍下来的，剩下那架米格29 UPG 是巴基斯坦自己家的枭龙 Block 3的功劳。这下印度可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记重拳最疼的地方在哪儿？印度空军这一仗瞬间折进去4个中校，2个中队长，这可都是在印空军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精英你想想培养一个能开阵风的中校得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得经过多少训练，多少实战演习。这一下子损失这么多，对印度空军的打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印度这回那真的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光那6架被击落的先进战机账面价值就超过11亿美元。这钱够印度肉疼一阵子了，这些都能买多少民生项目了。但更要命的是人，就是那些能飞阵风幻影2000的中校飞行员，那都是宝贝疙瘩培养一个这样的尖子，至少得砸进去8年以上，飞行小时数堆到1000小时以上，都是耗量海量的资源和时间堆出来的。他们可不光是技术好手更是印空军基层作战单位的核心大脑，负责训练、组织、指挥。这一下子报销这么多，对印空军基层的战斗力生成和战术执行能力绝对是个灾难性的打击，更别提士气了。开打前那是吹得天花乱坠结果连巴基斯坦战机的影子都没摸着，自家王牌就被点名一样一个个敲下来。这种窝囊透顶的结果，对心高气傲、自诩为世界第4的印度空军官兵来说这心理冲击得多大这以后还怎么带兵打仗这次枭龙3拿下米格29 UPG 对咱中国军工来说绝对是个意外的惊喜和强力背书。枭龙出口这么多年实战击落记录一直是个空白，这下好了，直接击落一架米格29，这可是活生生的广告比参加100次航展、做1000次模拟演练都更有说服力。这下枭龙3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在中低端市场的硬实力，对潜在买家的吸引力直接飙升。以后谁还敢小瞧咱中国的军工产品这可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名声印度被打脸之后，法国就坐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这个印度还欠着几十架阵风的尾款呢。这时候拆金主爸爸的台，那不是傻吗？法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啥？说无法证实阵风被击落，但又提出了要吸收高强度作战经验，这不就是变相承认了？这话说的真是滴水不漏
既不得罪印度，也不得罪巴基斯坦。说白了啊，法国人就是想给双方留个面子，但话里也藏着潜台词。要是阵风真没被打起来，达索公司早就跳脚发声明了。现在装哑巴，反而坐实了战果。印度这钱花的冤呀，买的哪是战斗机啊，分明是外交遮羞布。这军火生意啊，水深着呢。最近啊，在新加坡开了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其实就是各国的国防大佬们聚在一起，互相试探底细，顺便吹吹牛皮。印度国防参谋长阿尼尔·乔汉也去了，结果一不小心啊，就被美国彭博社的记者给套路了。这个记者啊，那叫一个精明啊，一上来就使了个连环夺命问，问了一堆问题啊，想让这个乔汉顾此失彼。乔汉也是个老江湖，一开始还想打马虎眼蒙混过关，可是记者也不是吃素的呀，紧追不舍，直接逼问将军，你还有个问题没回答呢，就是印巴之间那事儿。The incident between Pakistan and India, and that is whether or not Pakistan downed an Indian jet, or in fact more than that. Can you confirm?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not the jet being down, but why they were being down. But a jet, at least one jet why? was downed? Yeah. Why they were. So the good part is that w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tactical mistake which we made, remedy it, rectify it, and then implement it again after 2 days, and flew all our jets, again targeting at long range, which I said. Pakistan claims 6 Indian jets were downed. Is it correct in that estimate? Absolutely incorrect, and that is not information which I said is important. What is important is why they were down. That is more important for us. And what did we do after that? That's more important. 这下乔汉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支支吾吾了半天啊，终于承认了，说印度的飞机啊确实是被巴基斯坦给揍下来了，而且啊他还用了 they 这个词儿，而不是 it。哎呦喂，这信息量可就大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被击落的飞机啊绝对不止一架呀。不过啊，这老哥啊嘴硬得很，硬撑着说巴基斯坦啊吹牛说击落了6架，那是绝对的瞎扯。然后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扯什么？重要的是啊，不是飞机被击落，而是他们为什么被击落，飞行员犯了什么错误，数字啊不重要。这话说的，感情飞机掉下来了，只要飞行员没事就行呗，数字不重要。那要不您把你们家的飞机啊都送给巴基斯坦得了，省得浪费。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好的一面是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犯下的战术错误，纠正它。2天后啊，换了个新战术，飞机又敢飞了，只不过啊，只能远远的放导弹，不敢靠太近。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被打惨了，灰溜溜的回去反思。2天后换了个战术，飞机啊是敢飞了，但是啊怕挨揍，只能远远的发射导弹，不敢靠近印巴边境。说白了就是怂了呗。虽然乔汉遮遮掩掩，死活不肯透露到底是掉了几架飞机，但是他可是国防参谋长啊，他说的话那就是印度官方的说法呀，赖都赖不掉。这时候中国也出来说话了，国防部发言人啊张小刚大校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啊，展示出了东方式的含蓄与智慧。他没有直接炫耀歼10C的战绩，也没有对枭龙的战果多说什么，反而重点呼吁印巴双方保持克制，强调中方愿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这话听着温和，但分量可就重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国希望南亚稳当一点，也愿意帮忙维护和平。但要是印度仗着自己块头大，还想着霸权主义欺负巴基斯坦，那对不起啊，为了维护这个和平稳定，中国会采取必要行动。歼10C在巴基斯坦那儿取得的战果本身就是一种无声却强有力的建设性作用，它成功粉碎了印度可能借外部力量撑腰想对巴基斯坦搞事情的计划。这背后可能涉及的美印某种交易意图，也随这个印军的惨败而受挫。至于印度捡到的那枚霹雳15导弹残骸，张小刚的回应更是四两拨千斤。所提到的这款导弹是出口装备，也曾多次亮相国内外防务展。这导弹出口型号航展上公开亮相多少回了，压根儿就不存在泄密问题。这话表面是说给印度听的，实际上是甩给那些想研究中国武器的国家。别费劲巴拉琢磨这个残骸了，就算研究出个什么也是中国上一代的装备了。想看霹雳15航展门票又不贵大大方方来看个够
总而言之，巴基斯坦这份详细到可怕的战报，加上这个中国国防部绵里藏针的表态，给印度传递的信息异常清晰。靠冒险主义和外部投机来获取利益的路子，在装备了中国先进武器的邻居面前已经走不通了。11亿美元的硬件损失尚可弥补，但那些经验丰富的精英飞行员的性命和整个部队被打掉的精气神是短期内用钱砸不回来的。莫迪政府那雄心勃勃的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的蓝图若建立在军事冒险和地区霸权思维之上，恐怕只会遭遇更多这样亏到吐血的当头棒喝。2047 जब भारत की आजादी के 100 साल होंगे, विकसित भारत बनाने के लिए तत्काल भारत की इकोनॉमी को 4 नंबर से 3 नंबर पर ले जाने के लिए अब हम कोई विदेशी चीज का उपयोग नहीं करेंगे। हम गांव-गांव व्यापारियों को शपथ दिलवाएं, व्यापारियों का कितना ही मुनाफा क्यों ना हो, आप विदेशी माल नहीं बेचोगे।南亚的和平稳定需要的是尊重与克制，而不是自吹自擂后的鼻青脸肿。歼17和枭龙3在克什米尔上空划出的轨迹就是最硬的道理。这事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实力维护的。那只有自身强大，才能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总之印度就是这么天天为了这个地盘和利益而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